你好，我是有为，今天是一个晚来的开箱影片，要开的是上个月3月20号收到的0118预购函漏。我是冲着这颗大多头的沙罗基牡丹买的，一起来看看吧。这次我只买了2个品项，想说要来好好的度夏，打算先不要再买了。小兰一如以往的有清单跟发票，先开这一颗，它的名字叫做斯特拉，会不会其实是特斯拉呢？这颗我是被图片烧到的，来看看有没有像它的图片一样美。哇，这个血斑好红，好美呀！因为接下来要夏天了，多头的这种呢，我都会把它分开，它中间这里容易长菌啊、长虫。所以我会把它分开来种，这看起来像是东云系列的胶种，可能也不太能淋雨吧。这里有出细根了，等等来修剪看看。然后就是我这次的目的啦，这是大多头的沙罗基牡丹，它是小型种的，大概5到6公分而已，最大长5到6公分。那它最特别的就是冬天气温很低的时候，夜间会整个红彤彤的。长得小小的，看起来很精致。因为我才养这个不到半年，还没有什么心得，今年就跟大家一起来观察观察。我自己有的一颗已经在长侧芽了，它应该跟月影系列一样，都是蛮会长侧芽的。这边是我前阵子整理的一些，也是没有在长的那一种，一起就把它们全部都重砍，重新发根。那我这边修剪的地方呢，选择是剪到最上端，模拟砍头的状态。就是老茎不留，全部都重新发根，跟大家一起来看看究竟多久才会出根呢？这个花芽不要哦。后面这一颗就是把它从中间拔开，修剪一下，有一点黑黑的都剪干净。叫勃朗峰，这个是奶油黄桃、莫扎丽娜、紫乐也叫紫色喜悦、高贵、三色堇。好像是红罗马，好像是欠坡吧。这一颗是菲欧娜，这个是龙宝。配土呢，一样是使用兴隆的益多肉，没有叶配，加30%左右的泥炭，拌好以后把土装好。我们养到后来都买了很多这种篮子，这种端盘有一堆。那种无根肉的手法呢，其实就是把植株放干以后，直接放到土上，这样就可以了。那刚好有朋友在问说，无根的多肉要怎么浇水吼？我觉得还是要看大家的环境，像是我从刚买多肉开始就一直都是露养，我的无根多肉呢都是会放在层架的第2层来等待稳根。因为多肉虽然它喜欢阳光，不过没有根系的时候去晒太阳，它是吸收不了的，会晒干哦。那前辈他们都会说，无根的多肉要放在散光通风处。你是不是不太懂什么叫做散光通风处呢？就是能够看书一样的明亮的地方。
而且我们人待着也不会流汗的地方哦。有花架的话呢，就放在层架的第2层就可以了，记得不要离地面太近，要有15公分以上的空隙来通风。然后要怎么浇水呢？其实一般我都是跟其他的多肉一起照顾，拿水管花洒就直接洒，因为环境的关系，风很大，太阳很大，我3寸的盆土大概3天就会全干，有时候阴雨天呢，有可能会5天或17天更久。我学会了垫盆，如果盆子拿起来还蛮重的就不浇。我浇水的时间大概也在下午或者是晚上，冬天也是哦，因为多肉植物呢是白天储存能量到晚上才开始消化。有兴趣的话，请你搜寻景天酸代谢，也就是说它的呼吸作用是在晚上才进行，所以种多肉的我们对抗温室气体是有用的。我在下午呢或晚上浇水，吃完了以后到白天就没有剩太多，也比较不会有积水的问题吧，我是这样觉得的啦。那这些理论呢，我也是从社团跟网络搜寻来的，如果哪里不对，或者是你觉得可以讨论的地方，麻烦告诉我哦。夏天的时候呢，我也是采1周1次的浇水频率，当然要看土有没有全干呐，还有当天你的气温是不是相对凉爽，有没有风之类的。冬天的时候我就不会这么仔细的观察天气跟风了，而且冬天为了要让多肉努力的长根，所以通常土干我就会去浇水了。当然有其他的做法，也可以找一个你习惯操作的来改良。像我就是只有放假日才有时间可以浇水，感觉这样子和植物培养一个默契，很像也误打误撞的制造出进阶的浇水法，也就是大干大湿的浇水节奏。隔2周以后，我们来看看出根了吗？现在的气温大概早上是32到34度，不是体感温度哦。夜晚呢大概是26、27度，还是一个适合多肉生长的温度，不过就长得慢了许多。之前冬天大概就2周的时间，根系就会抓紧土壤了，但现在只是刚冒出根头而已，甚至有的连根头都没有，只是伤口愈合起来而已。时间上面的确是慢了大概有2个礼拜那么多呢。这个就没有了。我这边总共有9颗，目前还没有损伤。再隔1周，根系变多了，而其实不能一直这样拔起来看啦，最好是浇完水你就潇洒的离开，不要留恋。种多肉最大的心得就是你越不管它，它养得越好。都只是长出了一些小小的根头而已，2个礼拜的时间。好，每一颗都有，检查检查，看看有没有每一颗都有。几乎每一颗都长出来咯。后面的这个斯特拉呢，有保留一点原本的根，它已经抓稳盆土了。从叶心变绿就可以知道咯，不一定要这样推推看。再过1周，现在已经入盆1个月了，有一些有抓紧盆土了，不过大部分都还是摇摇晃晃的。比起冬天花的时间多了2个礼拜。接下来天气越热呢，只会越来越慢，不过还是可以买多肉的哦。我有认识的老手前辈，1年4季都在买呢。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咯，接回来看看我目前的多肉花园吧。如果这集有帮助到你，那就太好了。本集的赞助好朋友刘丰毅先生，感谢您的赞助。那么我们就下次再见咯，拜拜。